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在传统的思维中，养儿育女被视为防范老年时贫困的一种方式。当人真正进入老年阶段时，他们会逐渐发现儿女与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远。一方面，儿女可能因工作而外出，距离家乡遥远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，不得不分心照顾各自的生活。特别是一些儿子可能会因为婚姻而忽视了亲情，尤其是如果儿媳掌握家庭大权，公婆的日子可能会变得相当不适。女儿也可能会远嫁，多年不回娘家，感情联系基本上仅限于打电话、发微信消息，或者寄送一些生活必需品。老年人才渐渐明白，养儿养女并不是绝对的养老之道，更重要的是依赖以下5要素。总的来说，就是要靠自己，在一切事情上都要提前准备好老年生活的基本条件。第一要素，保持良好的身体健康，是老年人最大的财富。老年生活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体健康。例如，当一个人在公园里漫步时，看到另一个人坐在轮椅上由护工推着，即使坐轮椅的人拥有100万家产，也不如能够自由行走的人快乐。最近春节我回老家，发现有很多老人独自过节。我的大叔叔夫妇2人也是其中之一。尽管他们的生活相对平静，除了门口一些烟花爆竹的痕迹外，几乎感觉不到节日的气氛。幸运的是，他们2位身体健康，仍能够自理，耕种一些庄稼和蔬菜，不时的去镇上购买食物，生活过得相对安逸。在与大叔叔聊天时，他们没有抱怨，相信儿女长大后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没时间回家。再说，他们在城市有自己的房子，还要偿还房贷，我不愿意他们回来过年，往返花费太多，他们也不容易赚钱。或许等到端午节，看看他们是否能回来聚一聚。我们俩身体还好，他们不必担心我们。大叔叔的话言之凿凿，健康比财富更为重要，能够独立完成日常活动，自行做饭，不仅让老人自己快乐，也让离家工作的儿女安心。老年人需要明白，健康远比金钱重要，能够自力更生，自己动手做饭，这种老年生活不仅让老人自己感到愉快，也会让他们的儿女放心。第2要素，夫妻相互陪伴，是最好的互助方式。我们社区住着一对年迈夫妻，丈夫已年逾8旬，妻子7旬有余，丈夫已卧床不起，无法行走。幸运的是，妻子身体尚好，每天都会慢慢的帮助丈夫移动到轮椅上，然后一起去公园看人们跳舞。他们的生活虽然充满挑战，但别人不但没有觉得困难，反而羡慕他们的感情。许多人都说，要不是妻子照顾得这么好，丈夫早就离开人世了。确实，夫妻之间的陪伴是最好的互助方式，即便一方生病，另一方仍然是最好的保姆，比儿女的照顾更为出色。俗话说，久病床前无孝子。儿女也可能感到父母长期生病很烦人，但是夫妻之间，即使疾病发作，对方仍然是最好的保姆。失去了对方会让人感到心如刀割，但却是一种幸福，因为这种感情可以支撑老年人度过岁岁年年。第3要素，储蓄是养老的基础。老年人需要有一些积蓄。许多老年人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给了儿女，最终自己身无分文。然而，一旦面临生病的情况，就会感到非常紧张。而儿女在成家后，可能会面临需要为父母治病的高额费用，尽管儿女愿意帮助，但他们的伴侣也可能不同意。因为养老金问题，许多年轻夫妻吵架，甚至因此分居。聪明的老人不会把所有的钱都给儿女，他们会保留一部分资产。尽管这看起来可能有点自私，
但这是非常明智的。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，不能等到生病才去挣钱。拥有储蓄是养老的基础，真正遇到困难时，可以自己解决，而不必依赖儿女筹钱，儿女也会感到宽慰。特别是当儿女自己已经负债累累时，也会力不从心。第4要素，自己拥有住房，胜过依赖儿女。很多人在年轻时想过，年老了就和儿女住在一起。有些人甚至提前为儿女在城市买了房子，特别是如果生了儿子的父母。然而，老了以后，人可能会变得讨厌，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我住的小区里有一对老夫妻，因为农村的房屋倒塌，搬到城市和儿子住在一起。儿子家很宽敞，有4个卧室。尽管一家人在一起时热闹非凡，但上个月儿媳妇发火说，如果老人不搬出去，我就搬出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与老人不同，难以彼此容忍。例如，老人喜欢吃稀软的饭，每次做饭都像煮稀饭一样，但年轻人吃不惯，吃多了会感到恶心。此外，老人喜欢捡拾废品，阳台上都堆满了垃圾。因此，这对夫妻在小区附近租了一个车库，以分家的方式来化解矛盾。但租金还是由儿子承担，因此常常听到老人叹息，早知如此，我们应该在农村盖2间红砖房，就不会受这种气了。拥有自己的住房胜过依赖儿女，至少在自己的住处感到舒适，而且房产本身也是一种资产。不同的一代人有不同的生活习惯，多代人在一起居住难免会出现矛盾，讨论多了，矛盾会变得更加尖锐，养老生活质量会下降，甚至可能变得更加苦涩。第5要素，拥有养老金是生活费用的稳定来源。现今的老年人寿命较长，但社会不断发展，仅仅依靠储蓄是不够的，必须有退休金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退休金逐渐增加，生活费用就不再成问题。如果一直依赖儿女发钱，生活将会变得困难，儿女可能会对此感到不满。拥有退休金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也会增加，因此老年人的生活支出不会成为问题。如果老年人仍然依赖儿女提供生活费用，那么生活可能会变得拮据，尤其是要看儿女的脸色。养儿育女一辈子，养老仍然依赖自己。尽管作为子女，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但不能因孝敬而舍弃工作，放弃挣钱。要明白生活充满压力，如果儿女围着父母转，整个家庭都没有经济来源，生活将变得非常困难。以上这5要素应该在中年时就考虑并制定长远计划，以避免晚年凄凉。等到真正年老时，儿女常回家看望，过时过节已经足够了。